这咋好好的，他那死人了来着？哎，诸位，哎，稍安勿躁啊！有几位朋友酒喝多了，绝对没有死人，大家放心喝酒啊，不要听下人胡说。请，喝酒。赶紧订吧，买的没买的，订完我们走了。马上订。来，喝酒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杭州的张先生和保镖死了，湖州的李家，苏州的王家，刚才出嫁那几个都，没错，出过嫁的人都死了。哼，他是从南边过来的，我觉得他肯定会牵连我们家，咱得想辙跟他斗一斗。苏小姐，我们东家要我务必拿下康家的产业，您看能不能让我一让？哎呀，刚才那些人死得好惨呀！是你，你不会也想跟他们一起吧？我不要。我看这是有人想逼死我们老八家，想一个子儿都不出，就把产业拿走。是江湖上的朋友干的吗？我看未必，江湖上的朋友哪有这么大的势力呀？咱们以静制动，让他自己跳出来。死人，就是有死人！你赶快走这地方去！诸位，今天我变卖康家的家产，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死人。你这个短途的买卖，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做了。走！都坐下！奉王爷令，今天喝酒的各位一个都不能走。康家的产业卖不掉，军队的辎重解决不了，你们就等着陪葬吧。都坐下，继续干。700万两，李掌柜的，既然他们都死了，我就接着您的价喊了。好，聪明。800万两，1000万两。这位小哥，面生的很啊。您认识他就行，不面生吧1100万两。诸位，我也叫个价啊！我倒要看看今天会不会被人弄死。1400万两1500万两。反正你交多少，我就比你多加100万两。诸位得罪了啊！今天我是势在必得。快点，还有没有2000万两，怎么？京城李百万家的不够格吗？你也要加入了是吗？是啊，这么热闹啊！但是你不会把我和古兄都这个吧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和你想的一样，我也想捡这现成的便宜。哎，你不是说帮我忙的吗？哦，哎，你喊多少来着？ 2000。
2100万两2500万两。 2600万两。你把王天贵的骨头熬成油都拿不了那么多。我要好李国，跟我借他。我这是在帮你爹办事，你搅什么？2600万你能买个开心吗？你知道我最想要什么吗？我就最想看你跟我爹垂头丧气一次。幼稚。古兄弟是吧？请过来这边。诸位，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的话，那康家的产业就属于太玉峰了。康掌柜，2600万两数目太大，允我10日之内划清给你，承让。有这么多的银子，何必杀人呢？大奶奶，你想什么呢？人不是我杀的。哎，好，太玉峰以后就是老八家了，我恭喜古兄弟。恭喜。王爷到！王爷，如今叛贼猖獗，朝廷又催得厉害，可是没有钱粮，兵马难行，你当不起这个罪。小人正在变卖家产，10日之内一定偿还辎重。10日，这就是老八家。哼！国难当道，一个个在这里斤斤计较。朝廷说我心慈手软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都一起锁了吧，好歹也有个交代。拿下！3日内交不上来，走，一个都活不了。快点，快点，走，快点，快走，快走，走，走。以为兜里有俩钱，就都是人了吗？在我眼里，不过是一屋子的屁。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。怎么样？你兄弟的脑袋掉的会比帽子还快。馊了。别喝了，馊了。馊了也是粮食，不是？武兄，你跟他们说，你不是老八家的人，没必要在这儿受罪。我说了，他们不认啊。他们觉得我既然买了康家的产业，那就是老八家的。咱们患难与共吧。只怕到了明日，这馊饭都没有了。要不要来一碗？呸！每天300万两赎金，这不是伤害地方吗？亏他想得出来。朝廷这几年少要钱了吗？打赢过什么仗啊？你等我出去的，军机上有几位跟我有点交情，我捐个御史，我参他。孙掌柜，您别生气了。
眼下这个局面，不给钱是出不去的，哪还有功夫让你买个御史参他一本呢？他是声名赫赫的铁帽子王，说句话都地动山摇的，你参得动吗？治这个理儿，我就奇怪一件事：我们在晋阳山庄聚会，请的都是山西有人物字号的票号，他们怎么这么清楚？把门一堵，下手抓人。我看里面的事儿没那么容易。哎，爹，您来了。得嘞，全看老爷子您了。你们叙话。你天天跟那个刘范混在一起干什么？哎，我们俩事儿您都知道了。我们俩一起弄了一个城门档和上门档，把这平遥城颠倒了个个儿，实在是痛快的很。你痛快了，窝藏包庇刘范的罪名谁来背？那轮不着您来背，您就放心吧。您就告诉我，您到这儿到底是来干嘛？哎呀，实在抱歉，让各位受委屈了。王爷让我来看看大家吃好了没有。诸位都是王爷的客人，如果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，还请见谅。你们王爷可太客气了。300万两，我没有，我的钱全在茶上。拿折子来我们家抄家，王爷这客人我是做不起，没那银子。这事儿啊，我们也和王爷说了，但是啊，王爷他身份尊贵，这说过的话如果再收回去，这脸上也没光，不是吗？这票号里的钱都是山西老百姓的，要一下子全拿出来，那百姓怎么活啊？朝廷已经把江南给弄丢了，现在是想让山西也大乱吗？这位小哥眼生得很呐，不知贵姓高明啊？这全屋子的人只有一个名字，上银下紫，小名元宝。对喽，师爷，别假装客气了，发个章程下来吧。成。这次王爷从京城带回来一家票号，打算放在山西，掌管军中的粮台和银钱。诸位这300万两若是凑不出来，可以让这家票号代付，只需签字画押即可。至于这什么时候偿还，你们自行商议即可。抢到！这怪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平遥城开了个万元档，说是京城里100万他儿子开的，现在又来一个大票号，嚯！我老八家2400万两银子他都有，怎么就这么有钱呢？莫不是会喘气儿的财神爷到了？回晋大奶奶，这家票号就是李万堂李老爷家的，叫太平号。如果诸位认可这笔账，肯签字画押，我向大家保证，即刻便放大家回去。这个李百万手也太黑了吧！啊，就想在山西立足，也犯不上把我们都给整垮了啊！这算什么？拿当官的压人吗？既然如此，诸位就接着喝粥吧。哼！爹，您这么干行吗？你呀，乖点别惹祸，远远的看着，学着，我就阿弥陀佛了。爹，我觉得经商的人要讲信用，您这么干，
强取豪夺，仗势欺人，落井下石，不择手段。乖儿啊，我看你啊，还是回去好好读书，争取考个功名。做好人。是王爷要来了吗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诸位啊，见谅见谅见谅啊！狱中相见，实在是万不得已啊。李万堂，李老爷子是来看笑话的呀？哎呦，不敢。咱们是商道一脉，兄弟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。能啊，赶紧跟王爷说，把我们放出去啊！这没杀人没放火的，把我们搁在这儿，多不体面啊！自古官家两张嘴，一张说有，一张说无，讲不得道理啊。这2400万两，兄弟先掏上，帮大家伙儿逃过一劫，如何？好大的排场！这大清国1年也就这么点钱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时局不好啊，大奶奶。咱们商道一脉，更要携手合作啊！兄弟我久在京师，少来3进，不过朝廷那面还有些个能说得上话的势力。这300万两全当兄弟入我老八家，诸位还有什么过不去的，沟沟坎坎，太平号，替大家伙儿铺平电脑。这可不是我李万堂来侵吞老八家，是敬仰先贤，尽点绵薄之力。这太欺负人了，这此言差矣。好，如果诸位不同意的话，我回京师便是。好，好。可是军情如火啊，王爷又是个炮仗脾气。我来的时候，王爷说了，这老八家掌握着闯王的宝藏，怎么连点血都不肯放呢？实在可恶。闯王宝藏。咱们山西的娃娃从小就知道这故事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你也相信啊？你来这里不也是为了闯王宝藏吗？当年闯王兵锋何等锐利，出秦岭，越太行，破潼关，水淹开封，席卷黄河上下，抵定中原。但他们拿到那些钱财之后呢？将军贪图享乐，士兵怕死，最后落得一个莫名其妙的消亡，何苦来呢？这可是1等1的凶杀。哎，这几句话说的当真深切。你是武平原？正是。我经常听小儿提到你，你这番话很有见地。不过，这是读书人的想法，你将来要想从商，这可是
大大的错误。有什么错？金银钱财，乃是天下人的公器，并无善恶是非。人的错，人要自己承担，怪到钱的份上，没有道理。天下无不可用之钱，无不可用之人。你记下了。草民李万堂见过王爷。你的办法不行啊！这朝廷吧，让我进山东剿捻，可我老是延误不进。你说耽误了朝廷的大事，是你担，还是我担呢？王爷，这批商人啊，狡猾得很，熬不到一定时候，这锅饭熟不了啊。这些人个个和朝中大佬交好，你说到时候找一言官参我一个戕害地方，我也受不了啊！王爷，我是生意人，最懂生意人。这些有钱人，外人看起来是慷慨大方，可骨子里，个个都是吝啬鬼，钱都穿在肋巴骨上。你这让他往外拿的时候，那得拿着钳子往下拽，恨不得把血筋儿都能给蹬出来。300万两，哪这么好拿的？不把他们逼到山穷水尽的境地，您想要的东西也拿不到。这世上真有闯王宝藏，这么回事儿？王爷，你看，平遥太谷，这是山西财富的发源地。论交通，崇山峻岭；论地脉，并没有金银矿产；论人才，此地民风朴实，也没有历代经商的经历。明朝一亡，这2个地方财富陡增。您再看，这是太行山脉闯王遁逃的路线，由此向2侧散开。我确定，这批宝藏肯定是在物，而且并没有太多的损耗。这所谓的老八家，久经商海之中，代代相传。做生意有赔有赚，他们凭什么屹立100年不倒？哪来的本钱？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？李万堂，李百万，你可千万不要给我算错。我一把火烧了军中辎重，那可是你出的主意，到时候误了军情，又找不到宝藏，还丢了辎重，那我只能借你的脑袋当辎重。王爷放心，相信我，
到时候你得宝藏，我得山西。知道读本就好。3日之内，先把辎重的银子补上。无论如何，我得过黄河入山东，打这一场仗吧。庞兄弟，你说你好不样的，怎么能把军队的辎重给烧了呢？你说，那是我想烧啊，我就没想接，还不是地方官强压给我的。这火应该是他们自己烧的。我把整件事情串起来想，这可能是个连环计。他们先烧了王爷辎重，逼康家卖产业，然后再把大家都抓起来。一步步走到现在，就算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拿出300万两现银，他们还是会继续压榨，因为他们真正想要的是闯王宝藏。天底下的人怎么那么爱说妄语啊？君子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不管我们认不认，只要他们觉得我们有，那就是有罪。我在想，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，我们应该找王爷谈一谈，各自退让一步。哎呀，小孩子说大话，他哪里肯退让一步啊？啊，在官府眼里，我们不过蝼蚁一般。那要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闯王宝藏，估计连着馊饭都吃不上。这话倒也有道理。不知诸位现在手头上真的可以拿出300万两现银吗？哎呦，都说了没有，票号里的钱都是储户的，我们自己的都在货上。没有，没有也不能等着让他们把我们逼死，对吧？哎，那你说说，这局怎么破？我在想，他李万堂家资再大，归根结底跟我们一样是个商人。他做这么多事情，无非是想把整个山西票号的控制权攥在自己手中。我们可以这么做，先去王爷那儿打个欠条，假装我们认下这笔账了，按照他指定的日子把银子运过去。王爷嘛，又不是地方官员，随时要出征打仗的。2400万两银子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花完的。只要他给我们一个腾挪的时间，我们转过头来全力以赴就可以对付李万堂，把李万堂逼出山西。我相信没有王爷做他的后台，他也不至于有那么大的能耐。不行，我们八家认账容易，李万堂又不是小孩子，那有的是方法。他把打条的这个事儿公布出去，说咱们八家票号欠朝廷多少多少银子，那一夜之间信用就坏了。储户肯定生怕我们把他们存的款拿去填朝廷的无底洞，挤兑起来，如何得了？谁说做生意一定要用现银？啊？兄弟，你馊饭吃多了吧？脑浆子都馊了。大奶奶，我们现在都身无分文，但是我想和你做一个10万两的生意，可不可以啊？就好比说吧，你手上这个碗，它就价值10万两，那我想要，但是我所有的钱都存在孙掌柜那里，我该如何做？孙掌柜，取10万两给我。我没银子呀。就算有银子，我带在路上也多有不便。我看你这块玉佩不错啊，能不能给我当个信物？这好办。大奶奶，孙掌柜说了，
你只要看到此信物，就能知道10万两银子已经入了你的账了。凭此信物，我可不可以现在把这个碗给拿走了？这是之前说好了的吗？在真正做交易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一张契约，这样八家就可以空对空的出账入账，完全不需要现银子倒来倒去的。如果真的遇到挤兑了，八家合一家，应付起来应该绰绰有余；而八家分开，各自凭借其信用为对方做担保，往来账目需要留下证据，方便年底核算。只要这个生意是在八家之内，一张字条就可抵得上100万金银。您觉得这个法子如何？那万一有一家违反规定怎么办？万一有一家被挤兑，其他人不知情，头寸调度不灵怎么办？还有啊，万一8家同时遭到挤兑怎么办？我们可以设立一个总柜，每天确认头寸，并对外宣称8家联盟，这样即使挤兑起来，也不至于遍地开花。可能有1家2家受难，但应付起来应该不至于太过困难。好，真的是好。如果早想到这个主意的话，这李百万休想在山西立足，而且也不会被外人钻了空子。那这个总柜谁来当啊？让我试试怎么样？哎呀，反正是做戏的，只是为了应付眼下的困难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们觉得我是自己人的话，这几天一锅里吃馊饭的，你当然是自己人了，是我们8家之内的人。我看让他进来，也不是坏事啊。好，这个总归你来当，你出的主意嘛，你做给大家看看。诸位有意见吗？好，既然如此，希望明天这个时候咱们就别吃馊饭了。我去跟他们谈。就这么着。来人呐！我要见王爷。传令下去，提兵2万，运动至梁山一线，把网扎实了。王爷，草民替河东8家商号禀告王爷，请读谈。独谈？就凭你？草民自然是不配，但不知道现银子配不配？休要给我花言巧语，我马上就要带兵上阵，听不得啰嗦。说。王爷，您可知道2400万两现银子需要装多少车？需要上百辆大车，上百名的大汉，沿途还要经过那么多州城府县，还请王爷明示，那旗头上该写什么呀？什么旗头？那么多现银子用银车押出去，那旗头上得写明了用于何处啊？是王爷的军饷，还是供奉王爷家眷用的？我们河东8家已经商议过了，这一次就算是砸锅卖铁，豁出性命，也得把这银子凑齐了。王爷干的可是刀头嗜血、为国卖命的差事，如果我们还在乎那点银子，那也太不识抬举了。早就这么说嘛，何必受这份罪？你们写张欠条给李百万，让他来，这老家伙会办事。哎呀，不可啊，王爷，不可。我们刚才还在商量呢，这钱我们可以给，但是这好处不能让他李百万给得着了。这天下的银子都长一个样，怎么，他李百万的银子比我们好看点吗？就好像王爷，您带兵打仗吃尽了辛苦，要是最后功劳归了别人，您能咽得下这口气吗？再说了，河东8家乃是100年巨族啊，从省城到京师，他们哪一家都有交好的御史堂官呢？王爷一味的欺压下去，只怕好事变坏事了。其实我们想要给的，不止2400万两，我们想要给的更多。他李万堂请您过来压榨我们，花了多少钱，我们一样奉上。
真是尖牙利齿！我一个堂堂带兵打仗的王爷，是来跟你做买卖的吗？还请王爷您给条活路吧。说说你们的主意吧。是。王爷既然在黄河两岸用兵，那这笔钱呢，就算是河东八家给王爷军队的军饷。但是这笔钱确实太多了，营车一推出来，势必闹得沸沸扬扬。那些言官掺上几本，倒不怕什么，毕竟王爷功高盖世嘛。怕就怕，那有些人伸出手来也想分一份儿，那可就没意思了。所以我想着呢，把这些现银子运到京师，兑换4大行的银票出来，方便又好拿。到时候王爷自己往怀里一揣，岂不更好吗？哼，好，那拿来吧。要多久？把现银子装车运到京师，再兑成银票，最后落到您的手里，2月为期吧。这已经是日夜兼程了。王爷，请您过目啊，这是河东八家的签字，上面盖着私印，捐赠2400万两成身王，凭此纸交付。王爷拿到银票之后，把这条子还了便是。这我可做不得成。这薄薄的一张纸就值2400万两银子，就凭它，我把你们放了。你当我是小孩啊？哎呀，王爷，您别小看这薄薄的一张纸啊，他李百万拿得出来吗？河东八家兴盛300多年了，论实力，论信誉，怎么也比他李百万稍微强那么一点点吧。除非王爷是诚心要弄死我们，那我无话可说，回去引颈带路便是。哼，谅你们也跑不了。2个月以后见不到银票，我带兵抄了你们的狗窝子。滚！是。东西收了，把营去山东，1天1道圣旨，老子都烦了。少东家，太尉封赏归古先生来办。就说我不在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不见？他会觉得我算计他。算计他？他在太尉峰，你在万源荡，你不算计他，算计谁？去，问问他什么时候把那300万两银子交出来，怎么放出来的？这孩子怎么会有妇人之仁啊？少爷还年轻，好不容易在山西交了个朋友。交朋友？哼，想交朋友用到山西来。我们是来这收这些票号的，这就是打仗，哪有这么多婆婆妈妈的？是，我再劝劝他。这人是怎么放出来的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本来怕您老生气，想晚点再说。这小子联合8家给王爷打了个字条，保证2个月之内交付4大行银票2400万两。王爷着急去山东打仗，就点头同意了。这怎么行？我去见王爷。王爷都已经走了。蠢材！黑眼珠子盯着白银子，这个时候不趁热打铁把这老8家给搞倒了？嗯？那美滋滋的拿张欠条走了。他要是能拿到这笔钱，我姓他的姓。这谁的主意？听说是姓谷那小子去打的。谷兄，你知道？你不用说了，我是来给你们送行的。送什么行啊？令尊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，把山西上上下下的票号的人都给得罪了，他还能待得下去吗？大好的局面，毁之一旦。好好的一场戏呀，倒成全了这个小子。我爹这次进山西是做了周密准备的。
看你还是干脆投过来。他这么做虽然不光明磊落，但是在我看来是没有破绽的，你们抵抗不了。耍这种手段做生意，我是不会服气的。我不管他实力有多雄厚，在3个月之内，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，不然我心倒过来写。顾兄，你这是说大话呢？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，但天底下做生意的人，以信为本，以义为根，以流通为手段，以方便为路径。这些错，他全都犯了，注定走不长远。又是这个姓古的。老爷，要不我再……京师很多事情还需要我处理，你留下来，就一件事。四处声称这8家各欠朝廷300万两银子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朝廷一道旨意下来，管他谁的钱，贴上封条都是国家的钱。让储户集队一家一家的整他们。我盘算着用不了几个月，这8家又得拿着他们的底来跟我做交换。我们既要拿到山西票号的专营权，还要把他们的底炸出来。山西我要，闯王的宝藏我也要。那王爷那边儿要死的人了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怎么样？他说你3个月之内一定会滚出山西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还能怎么说呀？这么强取豪夺的事儿都干了。我说他们老8家3个月之内一定会被太平号吞掉。要想在这立足，你客客气气的拱手赔笑脸，你到时候连残羹剩饭你都吃不下。这什么地方？天下票号的发源地，财富的汇集之所。想站稳脚跟，你奋发图强，一辈子可能都达不到。打蛇就得打7寸，断了他的念想，取他的精华。少爷，这才是真见识。我要是你，还做什么生意？即刻回家，好好在老爷身边待2年，天下还有谁是您的敌手？哎，顾兄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什么事儿？老8家有一句话，要带给李文堂：行商之人，以商道自律，不要再做以势压人的事儿了。成教。他怎么了？你觉得那小子怎么样？本非池中之物。老爷，您有一双风尘巨眼，您觉得呢？怎么样？从昨天半夜，太平楼门口全是挤兑的人，现在人都满了，他们死活不开门板，有不少人开始砸门，就是估计他们家和县太爷关系好，还不敢撞进去。我看再过一会儿，
就该大乱了。这样，你再花钱，再多花银子，派人掺和到队伍里，听听他们说什么。去。哎，回来！哎，现在太岳峰门口有咱们的人吗？有啊，我就是从那儿回来的。我走的时候啊，还有咱们5、6个人在那儿盯着，轮流回来汇报消息。行，你现在抓紧去告诉咱们自己的人，如果待会儿老百姓砸开门冲进去打人抢东西了，让他们一定要护住顾掌柜的，万万伤不得。那人是我兄弟，记下了啊。哦，别忘了啊！哎，邵东家还真是念旧情啊。怎么，我护不得他？我是怕你护着他，他也未必领你的情啊。我能在这儿立足，靠他帮了我。请顾掌柜。请顾掌柜。诸位，久等了。我太一峰既然入了老八家，就绝不可能有信用问题。大家同气连枝，互救互助。今日凡是来兑现银子的，我都给你们结算，绝对不会亏欠大家半分。开箱！天下有道千军，一血万两。昨日引入铜盘，万月内方。一步烽烟，一条路，一生勇，脚步丈量。嘿，众生万象，粉墨登场。说到最后，总是传奇一桩。上一有道，我担当。嘿，日出东方。拿下去吧。这位管家，贵姓啊？小姓翟，是坟仓号管事的下人。大奶奶吩咐了，这些银子运过去，什么都不要问，一切听顾掌柜的调遣。翟管家辛苦了，这些红包你收着。顾掌柜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这些兄弟们也劳累了，给他们买杯酒喝。我要再推辞了。顾掌柜的赏下来了，给大家买酒喝。翟管家，把货物卸下来，车推到后院去。哎，好嘞，咱们做买卖了。卸银子了。车来了，什么车？银车，满满的全是银子。我们跟过去看见了，一封一封的。我们数了一下，前面有6辆，后面还有一批。老八家的钱全拿出来了。外面等着取银子的人越来越少了。不是你们哑巴呀，张嘴说话呀！你告诉他们，如果今儿不取，说不定哪一天朝廷一道旨意下来，就把那银号封了。我们说了，没用啊。太尉府的钱啊，看这形势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还是取吧，别忘了一会儿没了。哎，瞧，那边好像又来马车。太尉封到底欠了朝廷300万两，还是交了朝廷300万两？那些人看见银子就算是吃了定心丸了，他们怕把钱取出来损了他们的力气。你放屁！哎，你告诉他们，太平号3分的力比太尉峰高。那兄弟们就暴露了。你快去呀！这太尉峰把靳家跟孙家都结了盟了，这看起来吧，好像是有点样。从今天早起到现在，已经来了3趟营车了，弄不好咱们是白班虚惊了一场呀！哎呦，咱还是把钱都取出来，对，取出来踏实。来，取钱的排好啊，在这排好啊！
你把这张条子递到李家，这3万两就算入了他们的账了，省得你带着现银一路上担惊受怕，等过了城门还要被那些官兵们劫上一刀。若不能入账，我就在这里候着，你随时来砸我的店。这倒是省事儿了。好，我信你。进。哎呦，顾掌柜，我能开个条？顾掌柜，我要开条。你们都要开条啊？啊，是。行吧，想开条的来我这排队。好。你别愣着呀，拿点鲜货点心出来招呼大家啊。好嘞。我就是纳闷啊，既然你那么不喜欢老爷用手段搞垮老八家，怎么又一个劲儿的想看着你兄弟倒台呢？我就不想看他赢。这次我们的钱算有着落了。这到了心里边。哎呀，多谢。请，慢走。好。掌柜的，银车卸完了，通兑了多少？您看一下。啊，掌柜的，您是只管兑不管存呐？今天有好几个酒楼的大老板，还有开染房的，听说咱们这儿一张字条就可以入账，立马又存了几10万两银子进来。这挤兑了一天，账面上反而多出60几万两，真是奇才怪也。那这样，靳大奶奶拿来多少银子？你给他原数不动的装回去，连夜就拉回，带点糕点给伙计们路上吃。今天这场仗，咱们赢得漂亮。得嘞，赵东家，这看着也没什么生意了，咱上班吧。这开门第1天，你跟我说没生意了，臭嘴！我臭嘴，我混账！尚东家您别生气，咱财源广进。滚！赶紧上班了，早点完蛋，我们好回京师。我爹他现在到哪儿了？大概出山西了吧？那您现在赶快写封信，派人快马追上，让他老人家也享受享受。这就叫以信用为本。人家这么说的，也这么做的。可不就做到了吗？要我看，我爹这笔账算错了。少爷，咱俩得想点办法呀。想什么办法？咱们这么挤兑都没弄死他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老虎打不死。等他咬人的时候，咱们谁也跑不了。您就稳稳当当坐着，我倒要看看这太平号的匾到底能挂几天。驾！京师李老爷今晚在这里歇息吗？什么事儿？赶了2天路，从平遥送信而来。我看信谷那小子用这么个雕虫小技，你的太平号在山西怕是站不住了。功亏一篑啊！当时王爷在晋阳山庄抓住他们，我就说不要放，不要放。他觉得拿着一张欠条，
天底下的人就不敢赖他的账。我知道，你在巴家都存了钱，就是留着此时挤兑用的。当初我还不明白，现在看来，欲想取之，必先予之，当真是厉害。你只需要把钱取出来，看他们扛得住扛不住。死银不动，活银回乡。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？那就是把之前没用掉的银子再带回去呗。你来之前的半年，我们通过其他商号在老八家那里存了600多万两白银。本来打算挤兑的时候，我们突然发难，要求把这一大笔银子一下子取出来，让他们关门上班。这步棋早早的就已经布下去了。看心里这个意思，像是这步棋不走了，把钱存在这儿便是。这怎么行？这不是白饶了人家一大笔好处吗？那就继续把这步棋走下去啊！反正都要回家了，你不能说那么惨。我马上给老魏写信。哎，写什么信？听你们主意都听成这样了，哎，还写？我倒是有个法子可以跟他们拼一下，要不要试试呀？少爷，您可别胡来呀！只许你们胡来。哎，今儿啊，厨房食材备的足，昼夜伺候，大家好吃好喝啊。曾掌柜，我们家这菜做的吧，还是不如前两天您吃那几碗馊饭来得香吧？别馊饭！哎呦，大奶奶你就别提这事儿了，行不行？你这一说吧，我嗓子眼儿也跟有只小手似的。哎，大奶奶，来，来。谷兄弟，你看看这个。合适。那个李百万在半年前就在咱们几家银行里面存了600万两白银，现在一下子要提出去。我们巴家凑着600万两银，现在这个时候要，头寸可一下就空了。这哪是白银啊，这是杀人的刀啊！就算谷兄弟想出巴家联手的主意，这么挤兑起来，你们谁受得了？想想这李百万用心之深，让人好怕呀。这钱，你们打算给吗？你有什么主意？我们听你的。依我看啊，这是李百万最后一张底牌了，但就这么交出来，真是不太高明啊。既然他要，那我们就给。王天贵那边的账我是清楚的，我可以一次拿出200万两白银，你们呢？我出400万，都拿出去啊！好极了。我回去扫扫库底，我也全部拿出来，好吧？什么买卖呀？啊，我带上我呀！好毒的主意！我就拿纸笔好好算算这笔账。到底什么买卖啊？啊？哎呦，刚才到底什么买卖？别让我着急。谷兄弟出了个主意，太平号银子存利是3分，比我们高1分利。那个李百万想动他存款，好啊，我们把钱全给他，有多少给多少。我们吃他利先去，
这感情好啊，这一来一去的大买卖呀。是啊。少爷，您还没睡着呢，人家都已经杀到乌江来了。谁到乌江来了？这，开门吧！您没看见这都是过来存现银子的？他们来还那600万两银子？何止啊！您看这银车都已经排到平遥城外10里地了，咱们存银利高一分，人家是推着现银子过来吃利息的。老八家的库里子都快出来了。我让您听老爷的话，您非跟我斗这个气，怎么样？现在您敢开门吗？哎呀，少爷，您还真开门啊！您跟我斗气有意思吗？咱没个准主意不行啊！这点钱都掏不出来吗？你不是跟我说有准备吗？少爷，咱们就是有金山银山，也不能这么冤大头啊！都要上本回京了，得罪了老八家，还要让人吃一把利息，何苦呢？让人笑话！别敲了，窝里人都死干净了。现在要是不开门，咱们就真的没办法在这儿立足了。你想好怎么办了吗？我听您的。哎呀，现在知道听我的，那就开门吧。李亲兄，顾兄，那些银车呢？出来吧！哎呀！开个玩笑而已。这天底下做生意的最讲究人缘了，哪能真把人往死路上逼呀？是吧？得罪了，我们会给你点时间，让你体面退场。得了吧，贴告示吧。咱们准备回京师，把平遥的账都收一收。哎，那什么，老八家让我问你一下，600万两银子是装银车呀，还是要银票啊？我爹说了，留在这儿，当结个善缘吧。难怪。难怪什么？难怪能做那么大生意呢。这话说的有风度啊。你是夸他呀，还是骂我呀？不过有件事我真的不明白，我到底输哪儿了？你给我解解惑。哎呀，你太抬举我了，我回去好好想想吧。等你去京城那天，我当面跟你说。总柜，给大奶奶请安，给李兄、孙掌柜请安。总柜安好。哎，我呀，今天从福建带了大红袍母树的2两好茶，喝酒前咱们把它先造了。五兄弟怕是饿了，咱们先吃酒后喝茶。好，他饿不饿的我不知道啊，可是我馋这茶可不是1天2天了啊。你说这一把年纪都沾上，哎不，我是托总柜的福。总柜到了，大爷，我现在就是沐猴而冠呢，别再开我玩笑了，折煞我了。请。他能说出4个字来，就算行大礼了。我这辈子净听他俩字蹦，是不是残废？滚！哎，你听听。顾兄弟，啊，顾总柜，我问您一句，
你打我一句，不要管我们爱不爱听。你要是不喜欢，直说便是。啊，好啊。你是真的想进老八家吗？我不想进。诸位，其实我是个流放犯，是从宁古塔逃出来的。救我的恩人被王天贵抓了，是他威胁我，逼我替他做生意。他之所以那么想进老八家，其目的是为了要探听闯王宝藏，所以才有了上次晋阳山庄之行。这可是没想到。现在你们都知道了，我是个连身份都没有的人，我何德何能做你们的总柜呢？河东八家，我久有耳闻，一见之下大为心折，能与你们相识，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。其余的，我真的不敢奢望。你们商议你们的吧，我先行告退了。不就是一个流犯吗？当年明太祖还做过乞丐呢。英雄不用问出身。不是，你们要商议的自然是机密，我留下来的话对你们也是风险，还是算了吧。古兄弟，古兄弟，你能把这些事告诉我们，就足以证明你的赤诚。我们要是再不能跟你共机密，河东老八家岂非成了小人？咱们不管什么王天贵不王天贵，你的为人，你出的主意，我十分佩服。我接纳你，我愿意跟你共机密。我也是。最近几个月，咱们票号可是大发利市啊，小子，不，总柜，王天贵放了你，老头子我亲自驾车接你去我那儿。那么多废话不够你说的。文才兄意下如何？总归，那如此，古兄是老八家的人了。你去哪儿啊？这是我从山东巡抚那里买来的军用地图。哎，王爷的兵现在已经到了这儿。山东与河南交界之处，曹州。你是想借刀杀人啊？王爷的马队可是所向披靡，战功卓著，那些没有刀枪的义军又如何应付？他们本来都是些可怜人，如果不是被没收了土地，居无定所，谁会提溜着脑袋去吃造反的饭啊？如今让他们面对百战之师，别到时候借不着刀，反伤了性命。咱们不是给过义军钱吗？而且不止一次啊！这把刀锋利不锋利？钱是磨刀石。怕总归听不明白。我们行商送货，跟所有地面上的人都打交道，义军首领也跟我们交好。钱是磨刀石，这话不错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我这次让河北的商铺在草原上弄了2000匹马，走运河。送到山东，用马队把整个山东的义军联合起来，团团围剿。哎，我不懂兵法啊，我只告诉他们一句：别让那个王爷活着出来。王爷，王爷，没事吧，王爷？王爷，
后卫部队都到哪儿了？怎么一个人都看不见？都哑巴了？会话！王爷，03那小子他反了。怎么可能？他是我一手带大的。刚才冲阵，我们眼看就要赢了，可是03带着他的骑兵部队冲进来，一时间我们竟不知道谁是谁，所以就让叛军他们得了势。他只能叛我！王爷，叛军的火器和骑兵比我们更深，03背后定是有人支援，我等先护送王爷撤走吧。我们已经买通了王爷的亲兵大将03儿，哎，这家伙欠了300万赌债，我们替他还了。他答应，他一定临阵反水。到那个时候，外有强敌，内有叛军，王爷这场仗没有打就输了。回来！都回来！都回来！别跑！胆小鬼！把这都绑好了，绑好了，这绑结实了，绑结实了。哎呀，这都绑好了，绑结实喽，绑好了，绑好了。哎呀，少爷，这外边风硬，您快上车吧。那这个怎么办呀？这砸碎了，带回去便是。当时把他立在这儿的时候，许诺要把他立上个几百年。现在这还没几个月，就要砸碎带回去了。少爷，这胜败乃兵家常事。啊？为什么不砸呀？啊？等我上车呢，这不是怕您触景生情吗？我触的什么情？生的什么情？我砸碎了，我好走得安心。就吹了。嘿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砸碎了，砸碎了带走！快，快点！对，把绳子接住。哎，对，少爷调整一下，把这个拿下来。吴兄啊，你现在是古大掌柜的，山西票号的第1红人，羡慕啊！我只是个唱戏的，当不得真。现在除了这身衣裳，连个身份都没有。你就是缺个身份，可我除了身份，什么也没有。这次大家各为其主，你莫怨我。我不怨你，怨你我就不来了。其实我盼着你赢我爹，他跟官儿走得太近了，老拿权势欺人，不是正道。你是这么想的？嗯。可是我也很矛盾，我就想好好做个商人，好好的经商。可是有我爹这种人在，我就觉得我赢不了。你能这么想，
我很高兴。可是究竟哪一条路是对的？你问我也是问到于盲了。我哪算什么真正的商人？你还不算商人。老八家那些老狐狸能白白捧你做总柜，有话不说可就不仗义了啊！行啊，还记得上次我与你说的道兴吗？天下百工百业，士农工商，不乏佼佼者，更有人可以扬名于万世，不为读书人。就好像隐士有陶谦，木匠有鲁班，咱们做生意的有白圭范蠡。他们能做出那么大的成就，应该就是孔夫子说的“近乎于道”。那么这个道究竟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道理，一条道路，还是可以囊括天下万事万物的一个宝藏？我常常夜不能眠，在想这其中的秘密。想不到古大掌柜的还是个求道之人啊！流放犯古平原，读书人古平原，还是现在的古老板，到底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？又或者都是真，或者都是假？你就别给我打哑谜了。既然学着经商了，我就在想，商之意图，大道何在？古人说大道至简，那就应该是最基本的道理。最基本的，无非是信和义两点。人至诚则至信，至仁则至义。所以经商之人要把诚信和忠义当作生命去捍卫。这话说着有些迂腐了，但一旦做到极处，就好像今日这样，老八家凭借其信誉，白条入账，头寸调度越发灵活，而天南海北的银子因其守信，因其便利，被源源不断地存了进来。这就是信义可行于世的证据。这世间有些道理看似简单，但若不去实践，就永远无法知道它的妙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但你这点头巾气儿还是在的。你让我说的，莫要笑话我。我打算打道回府了，等我再来山西，一定再来看你。我四海飘零，还不知道下一站会飘到哪儿呢。这样，等什么时候大赦天下了，我恢复自由身，我过去找你。你还要走？既然是唱戏啊，总有唱完的那一天。我暂留在这里，还有我要救的人。走了。这，顾兄，不过一定会有人记得，咱们大闹平遥城，城门当、上门当、佛门当，让这平遥所有的票号、银号一概低头，真是痛快。一定会有人记得的。这。各位，让我们为了古兄弟，为了我们的总柜，为了老八家能够得到如此人物，满饮。满饮，满饮，满饮，满饮。请，动筷。总柜怎么看起来有心事？啊，我在想，这王爷声名赫赫，就这样就被弄死了？你呀，还是不太了解钱这个东西的威力。顾兄弟，你想知道什么是闯王宝藏吗？所谓的闯王宝藏，都藏于山中腹地之处，处处都是高墙壁垒，机关严密，除了老八家，无人能进。有人说，闯王宝藏是闯王仓皇逃亡的时候，丢在山谷里，被八家人捡到的。
后来就发了大财，这纯粹是胡说。天底下要有这等好事儿，那八家人自己都得打个死去活来。五兄弟，你说是不是？自当如此。闯王这种身经百战、雄才伟略的人，是剩下18骑人马都能杀出重围的，这样的大英雄，怎么会连军饷、银子都管理不好？是因为他当时啊，已经知道了，恐怕天命已经不属于他，不甘心江山被别人占了，因此，他命底下8位部将接管了军中这几10年来积攒的财富。这里面有从崇祯皇帝那儿拿来的，也有从贪官污吏手里罚没的，但这些是大顺朝的立国之本，也是未来恢复我汉人江山的凭据。八家受命于此，就以经商身份掩护，因此这笔财富依然在老八家手里，这份责任也背在肩上。我们祖祖辈辈为了这一天等了很久，将来还得等下去，对吧？这就是老八家。此殿便是存放闯王宝藏的其中一处。这些佛像、罗汉，皆是以纯金打造。大清朝200多年，知道这个秘密的，除了老八家首领之外，就只有你。闯王宝藏，原来不是鬼神之说。这些东西这么沉，他们行军怎么带啊？兄弟，这些话谁也回答不了你。我看你身边的人，也不过就30-40岁，这些东西是200多年前的事了，5代人了。当年顾廷林老先生和傅行主先生曾经立下一个规矩，让老八家每年把生意利润的1成融化了，铸成金银器物，存放于此。聚沙成塔，你可以说这是闯王的宝藏，也可以说它是黄河以西所有商人的精华。真到了国家危亡要有钱的时候，定要把这里散得干干净净。这是老祖宗旧时的一颗心，今天让你看到它，就是告诉你，经商之大道乃济世而利民，天下财富本无主，以天下众生为主。顾平原，谨受教。我把常四给抓了，逼你给我干活，你恨不恨我呀？谈不上恨，无奈而已。不是无奈，你是无路可走啊。也是。小子，我给你指条明路，啊，你抬头看看，看看这些账本儿。你小子呀，压根儿就不是一个读书人，你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生意人。太玉峰10来年票号积攒的资金，都不如你入主几个月挣得多呀！你本事大呀！哎，你现在还做了老八家的总柜，你说说，我怎么赏你好呢？我身无长物，钱对我来说是累赘。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这个钱呐，没钱的人，他才说钱不好呢。钱无善无恶，有了钱
什么事儿都能干成，何来不好呢？有钱人买马车，是希望赶路更快一些。就像你说的，我根本无路可走。快慢于我而言，又有何用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把你送回宁古塔呀？你知不知道那儿有多少人想要你的命？我信。可是我偏不这样做。你晓得可以帮常老四挣钱，那你为什么不能帮帮我呢？小子，你此时出现在这儿，这是老天爷的天意，就证明咱爷儿俩有缘呐。看看这满屋子的账本儿，这都是我的财富。哎，你懂吗？我懂什么呀？你有话直说。给我做儿子，你改姓王。从此以后，古平原这个人就死了，以前这事儿就一笔勾销，都翻篇了。你手里拿着一副好牌呀，啊，这一屋子的财富全是你的，你替我守住了，以后我死了我就埋在这儿，我替你守着。常老四他就是一介匹夫，他是个凡人。你的良心债已经还了，还要什么良心呢？啊！给您道喜。二位上船，这是今您老就要上天了，好跟您老说一声，是有王千贵王老爷使的钱，想要换了您这条人命。将来您到了阴曹地府，您大英雄好汉子，您找他报仇，可别怪罪我们哥俩。我去找他。这是王法，抓住他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王老四，这件事我帮你办了，他们父女俩的命都在我手中，我一定会让他们死。这件事是我一个人做的，就算我上刀山下火海，那也跟你没关系。你替我守着钱，我可告诉你，那个小姑娘我已经绑了，今夜3更3刻我就会要她的命。我跟他们已经说了，杀人者是王天贵，不是你古平原。你不就是想让我趴在地上，给你当狗奴才吗？做不到。你做不到可以呀，那我也不保你的命了。你呀，到地下跟常老四他们一起相会吧。我们谈笔生意。你跟我谈什么生意呀？你有资格跟我谈吗？啊？闯王宝藏，有没有兴趣？
藏宝藏，哎，这只是一个传闻罢了。几百年了，没有人知道它的秘密所在。况且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老八家发迹那都是一年年的染料，一年年的茶叶这么挣的。天地下哪有那么好的肉掉在我嘴里呀？我告诉你吧，我刚去过。在哪儿啊？老老爷子说，人可以放了。他说这个李闯王最后是出家当了僧人，我看未必吧。以他的那种性格，怎么可能安安静静的在这里过一辈子？哎，师傅，我家里有场法事要做，还请您帮个忙。这边请。你走前头。这么多死鬼，死了还守了这么一大坨宝藏，这无福消受啊，岂不可惜了？你既然明白这个道理，又何必过来和他们一起守着呢？这个人的嘴我很不喜欢，一会儿把他给我撕了。是。这里的宝物之贵重，大清就算积累了几百年的财富，也未见得比得上啊。东家，你还满意？东家，老师，老师，都是我
是断龙石，当年修皇陵的人修筑，一旦落下，再无生还的可能。东家呢？给闯王看门去了。王天贵那种人，怎么可能跟你共富贵？你今日知道，今日就得死。他的那些保镖，把埋你的坑都给挖好了。赶紧逃离山西，走得越远越好。老天爷，我王天贵比你有钱了，平时我才比